大家好，我是叔叔姐家的糖糖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萌宝毯子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趋势社进入查看。毯子由主体和配饰组成，先进行主体的制作，完成后制作和安装配饰。这里主体包含几种大小的织片。织片连接以及毯子钩边。先进行织片的制作，钩织完成后进行织片连接，最后沿着边缘钩边。先进行织片的制作，所有的织片钩织方法都一样，只是排数和对应的花样数不同。往下，我先讲解一下织片的钩织方法，后面再讲解钩织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情况。大家可以先看我演示，之后再参考图纸进行钩织。从上往下介绍，先介绍一下9号织片的钩织方法。9号织片采用对角线钩法，来回往返钩织，分成了加针区、不加不减针区和减针区3个区域，中间通过不断加入新线和换色来钩出对应的图案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长针和引拔针，请看我演示。为了方便观看，这里我用粗线做演示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锁针起3针。接着钩第一排，3个锁针起立，从倒数第4针开始，调锁针上方1根线，依次钩3个长针，这里把3个锁针、3个长针当做一个花样，第一排只有一个花样，第一排完成。往下钩第2排，首先起针钩3个锁针，往返钩织需要把织物反过来，逆时针方向翻转，然后挑这3个锁针钩一个花样。先钩3个锁针起立，此时是锁针的背面对着自己，调锁针对应的最高位置半针，也就是凸起的小横线上方1根线，一一对应钩3个长针。如果找不准位置，也可以从锁针的正面来数。
完成后，一个花样就完成了。往下穿入第一个花样，起针位置，在其旁边的大洞，也就是这里，穿入大洞，钩织一个引拔针，在这里继续钩一个花样，3个锁针起立，挑同一洞眼钩3个长针，这一排钩了2个花样，第2排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3排，先起针钩3个锁针，然后翻转，挑这3个锁针位置钩一个花样，同样这里是锁针的背面对着自己，挑最高位置半针入针钩织，完成后挑相邻花样，起针与长针的缝隙，也就是起立针旁边的洞眼，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挑同一个洞眼钩一个花样，完成后继续挑相邻花样的缝隙处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在这里钩一个花样，第3排完成，这一排钩了3个花样，可以看出这一排的纹理与第一排对应，这是织片的正面，长针的纹理比较整齐。往后区分正反面时，可以参照纹理，同时起针线头要位于右下角。接下来钩第4排，方法与之前一样，先起针，然后钩一个花样，完成后挑相邻花样的缝隙引拔，继续钩第2个花样，后面花样位置对应钩花样，花样之间一针引拔针过渡，继续往下钩织，
勾完最后一个花样，第4排完成，这一排勾了4个花样。往下按照图解继续勾织加针区的剩余部分，这样加针区的部分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勾织不加不减针区，一侧需要增加花样，一侧需要减少花样。我这里只演示方法，排数不做参考。开始先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转，然后挑下方花样的缝隙，勾一个引拔针，接着勾一个花样，后面继续一一对应勾花样，一直勾到最后一个花样的位置。勾完最后一个花样，可以看一下，这一排少了一个花样，大家核对一下花样数与上一排相同，这样这一排就讲解完了。接着来勾下一排，先起针，然后一一对应勾花样。往下一直勾到这个花样的旁边，勾完这个花样，挑相邻花样的缝隙引拔，后面不勾织。同样这一排少了一个花样，同时这一排的花样数与上一排相同，这一排就勾好了。往下勾织方法与前2排相同，大家对照图纸完成不加不减针区剩余部分。下面勾织减针区，方法与不加不减针区相似，只是这里对角两端都需要减少花样。开始先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转，在下方花样处引拔，然后勾一个花样，后面继续一一对应勾花样，一直勾到最后一个花样的里侧。勾完最后一个花样的里侧，后面不继续勾织，进行引拔。这样
首尾都少了一个花样。这一排就讲解完了。接着钩下一排，同样的方法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转后在下方花样处引拔，并钩织一个花样。接着一一对应钩花样，钩完最后一个花样里侧。这样这一排就钩好了，往后直接按照前2排的方法继续钩织，一直钩完最后一排。完成后，这里最后一排只有一个花样，钩完后挑相邻花样引拔即可。最后再钩3个锁针，翻转，挑下方花样引拔。完成后需要断线，先钩1针锁针固定，预留1点线头，断线，拉紧，线头藏到织物的背面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，这样减针区就讲解完了。这样织片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讲解一下钩织织片过程中会遇到的几种情况，下面我用小样进行讲解和演示。我先讲解加入新线的方法，有2种情况。我先讲第一种，一排的起始加入新线。请看演示。上一排边缘花样最后1针完成后，拉到线圈，我们将织片从线圈中穿过，取出新线，打一个活结，在边缘这个长针针目入针，将线钩出，调整线圈大小，用新线起3个锁针，然后翻面，开始钩花样。这样边缘换色的情况就讲完了。下面讲第2种，一排织中需要加入新线，请看我演示。我们将正在钩织的线放在整个织片的反面，取出新线，打一个结，
钩针穿入缝隙处，将线勾出，接线的线头放在反面，然后钩一个花样。钩花样时，可以将接线的线头包裹住钩织，这样一排之中加入新线的情况就讲完了。下面也是相邻花样换色，需要留线的情况有2种，先讲第一种。在这个色块相邻周围，也就是上方或者左侧，需要用到同色线的情况，请看我演示。这个色块完成后不断线，钩下一排时，用这个线就直接将线拉过来钩织花样即可。将正在钩织的线放在整个织物的反面，上一根线稍微拉紧，拉过来的线不要太紧，拉过来的线在钩花样时包裹进去。这样第一种情况就讲完了。下面讲第二种。这个色块周围不会用到这个颜色的线，但是在左下方间隔一个花样，或者左上方会用到同色线。我们将这个线直接拉过来钩织即可。第二种情况就讲完了，这样相邻花样换色留线的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讲解相邻花样换色不留线的情况。这个色块周围不会用到这个颜色的线，但是在左下方间隔2个花样或以上会用到它。我们可以将线预留15厘米，然后剪断，钩花样时重新接线即可。然后我演示一下断线后藏线头的方法。换色部分，先将线头从上方的这个辫子处勾出，稍微拉紧，这样相当于打了一个结。剩余的线头藏在织物的背面。大家多藏几针。如果想要更加牢固，可以将线头分成2份。将其中一份从相邻位置勾出，
两个线头打死结，剩余线头再一起藏到织物里面。大家多藏几针，其余线头除起针的线头外，分别藏到织物里面。接线的线头继续在织物里面多藏几针，这样相邻花样换色不留线的情况就讲完了。下面讲解一下一排里同色块较远，也就是中间间隔两个花样及以上的情况。为了方便钩织，可以在其中一个区域重新接线。一个线团有两个线头，表面和中心各一个线头。这里遇到只有一团线的颜色时，就使用另一个线头来接线。有多团线的颜色，可以重新使用另一团来接线。先将前一个颜色的线头放于织片背面，然后拿起对应的线接线即可。这样一排里同色块较远的处理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进行织片连接。为了方便讲解，我从下往上，再从右到左依次进行编号，往下按照编号的顺序进行连接。先参考成品和连接示意图摆放好织片，下面演示一下连接方法。织片名称不做参考，只演示方法，大家先看演示再进行钩织。取出1号和2号织片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正面向上，取出对应颜色线，打一个结，钩针先穿入1号织片边缘的第一个花样，也就是这个花样第一个长针的入针位置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各一个锁针，在2号织片的第一个花样边缘任意调几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钩一个锁针，挑1号织片边缘上方这个引拔针，钩一个引拔针，一个锁针，接着挑2号织片边缘，
从下往上的第二个花样，中间这个长针的入针位置搁一个引拔针，一个锁针，左侧边缘第二个引拔针位置搁一个引拔针，一个锁针，右侧第三个花样，任意挑边缘几根线，搁一个引拔针，一个锁针，后面连接就是按照这样方法钩织即可。完成后，断线藏线。这样1号和2号织片就连接好了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，根据示意图的摆放，将3号织片也连接好。完成后，将4号到6号织片连接好，7号到9号织片连接好。完成后会形成这样的3块长织片。完成后，将织片放在一起，中间连接起来，从上往下连接。连接过程中会遇到这种连接点。下面我演示一下连接点的连接方法。先钩一个锁针，接着调左侧连接处大致中间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连接点的连接方法就讲完了，后面按照同样方法钩织。完成后，断线藏线。需要注意的是，4号织片和7号织片的连接是需要分段，用对应线材连接。
一种颜色连接完成后，可以断线，重新取线连接下一个颜色，这样织片的连接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进行毯子钩边，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，短针1针放3针，长针1针放5针，请看我演示。先钩第一圈，毯子正面向上，找到3号织片右侧边缘，最上面一个花样。我们从中间这个长针的入针位置进行接线，一个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接线的线头边钩边藏一下，挑左侧相邻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钩一个短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。完成后，旋转织片，挑起整个锁针，钩2个短针，然后挑起相邻整个锁针，钩3个短针，一组规律完成。后面就是挑起整个锁针，交替钩2个短针和3个短针，一直钩到下一个拐角处。完成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钩完的部分是否平整，如果不平整，可以根据情况调整短针数量。往后在每个拐角位置都是钩短针1针放3针，其余位置就是交替钩2个短针和3个短针。中途遇到像这样的起针位置，就挑锁针剩余的2根线钩短针。如果遇到长针，就挑长针的几根线钩短针。
完成后，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这样第一圈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第二圈，3个锁针起立，在下一针上钩一个长针，拐角顶端针目上钩一个长针1针放5针，也就是同一位置钩5个长针。完成后，一针对应针钩长针，后面拐角位置都是钩长针1针放5针，其余位置一针对应一针钩长针。大家将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，调起立针第3个锁针的2根线，引拔连接。第二圈完成，剩余部分大家对照图纸钩织即可，这样毯子钩边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装饰，每个织片上的装饰都有一点不同，每个织片包含的装饰都在图纸上都有标注。我先讲9号织片上的装饰。9号织片上的装饰包含腮红、眉毛、鼻子、嘴巴、眼睛、眼圈、铃铛和锁针装饰。腮红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绕圈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中长针、短针加针，请看我演示。首先取出线材，先锁针起针，起针完成，接着钩第一圈，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调锁针上方的1根线，依次钩一个短针，3个中长针，最后这个锁针上钩3个短针。完成后，旋转织片，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依次钩3个中长针。注意不要穿入这3个短针的同一位置。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边钩边藏一下。继续调左侧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钩2个短针。
最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，这样第一圈完成。下面来钩第二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上一圈引拔针位置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同一位置钩2个短针。这样短针加针完成，继续左侧依次钩3个短针，3个短针加针，3个短针，2个短针加针，最后引拔连接，这样第二圈完成。接着来钩最后一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挑下方短针针目依次钩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3个短针，然后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的规律钩织3组。完成后，依次钩3个短针，然后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的规律钩织2组。最后引拔连接，这样最后一圈完成，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缝合。另剪一根30厘米的线，在腮红正面或者反面绣制线段，正反面根据自己喜好决定。我这里以正面作为演示，对照成品图位置绣2条线段即可。最后打结藏线，这样就绣好了，一个腮红就制作好了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再制作一个腮红。大家等所有9号织片上的装饰都钩完后再进行缝合。
我这里先演示缝合方法。将腮红预留的线穿入缝针，将腮红缝在主体织片对应位置，正面朝外。我这里位置随机，挑主体表面几根线，与腮红反面几根线缝合。注意线迹尽量不要露在反面。完成后，打结藏线。这样一个腮红就缝好了，大家将另一个也缝好，这样腮红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嘴巴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，请看演示。首先取出线材，先锁针起针，起针完成，接着钩第一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从倒数第二针开始，依次钩2个短针，最后一个锁针上钩3个短针，旋转织片，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依次钩2个短针，最后不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这样第一行完成。下面来钩最后一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下方空一针，从左侧第二针开始，依次钩1个短针。注意，因为织片翻面了，针目对应的是左上角的位置。继续依次钩3个短针加针，1个短针，1个短针加针，接着在第一行这2个短针的中间位置，先钩1个短针，
一个锁针，然后挑短针的前半针和左侧的一根线，也就是这2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下方短针的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个针钩在我们刚才开始空掉的那一针上。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结尾直接预留30厘米线头缝合。缝合时注意最后一圈的反面朝外。方法与腮红缝合方法相同，都是挑主体表面几根线与嘴巴织片的几根线缝合。这样嘴巴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铃铛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，中途需要换色，请看演示。首先取出线材，环形起针，线圈要大，这样环形起针就完成了。一个锁针起立，在线圈里钩8个短针，完成后收紧织片中心，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拉紧，第一圈完成，结尾预留20厘米线头断线。下面来钩第2圈，取出对应线材，从上一圈的第一针上接线，另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每个针目上钩一个短针加针，断线的线头不包裹住钩织，放在织片反面。完成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第2圈完成，下面来钩第3圈，另一个锁针起立，按照钩一个短针，一个
短针加针的规律，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，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缝合。接着，在引拔针痕迹的这一侧，用第一圈的线钩几个引拔针。最后藏好线头。大家将铃铛按照成品图位置缝合，正面朝上，这样铃铛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剩余装饰，大家就直接按照图解钩织即可，最后缝在对应位置。先讲眼睛，取出眼睛织片，在反面绣十字形。形成高光。注意，其中一只眼睛需要粘在眼圈反面。较窄的这一侧，最后用预留的线缝合几针。固定牢固。最后将眼圈预留的线穿入缝针，缝在
主体织片上。接着我演示一下鼻子的缝合方法。因为织片太小，大家可以用一点点胶水，先将鼻子固定住。接着，在鼻子下方绣8字形。也用一点点胶水固定住。大家这里也可以再缝翘一点。等胶水干透后，将剩余的线分出一股，穿入缝针，将鼻子固定几针。最后，将多余的线头藏好，这样鼻子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。下面取出锁针装饰，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先将锁针装饰按照成品图样子稍微固定一下。我这里锁针稍微多了一点，拆掉几针。
然后将预留的线分出一股，穿入缝针，进行缝合。大家可以挑里山缝合，也就是锁针背面的一根线，也可以挑锁针的一根线缝合。大家根据自己喜好缝合即可。缝好后，大家将多余的线头也藏好。藏在织片反面。这样9号织片上的装饰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8号织片上的装饰，包含星星眼、星星嘴巴、腮红、大草莓和小草莓，其中眼睛、嘴巴和腮红大家直接按照图解钩织即可，最后对照成品图位置缝合。注意，眼睛和嘴巴引拔针不需要拉紧。下面演示草莓，大小草莓钩织方法类似，只是针数有所不同。我先演示大草莓的钩织方法，小草莓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大草莓分为果实和叶子，我先演示果实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先来回往返钩织，最后绕圈钩边，请看演示。首先锁针起12针，起针完成，接着钩第一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调锁针上方一根线，依次钩短针，钩完这一行。这样第一行完成，下面来钩第2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挑下方短针针目，依次钩短针，将这一行钩完。这样第2行完成，第3行与第2行钩织方法相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挑下方短针针目，依次钩短针，
这样第3行完成。接着钩第4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跳过下方第一个短针，从第2个短针开始，依次钩9个短针。接着空一针，在最后这针上钩一个短针。这样第4行完成。下面来钩第5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挑下方短针针目，依次钩短针，将这一行钩完。这样第5行完成。大家按照前面的方法对照图解，一直钩完倒数第2行，我这里已经提前钩好了。下面来钩最后一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挑下方短针针目，依次钩4个短针。接着挑左侧第9圈的起立针，钩一个短针。第8行边缘的针目上钩一个短针。后面就是围着织片钩一圈短针，短针数量可根据手里织片进行调整，只需要使织片平整即可。与第1针引拔连接，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。接着剪一根30厘米白色的线，抽取2股，在上面绣结力绣，形成草莓子。结力绣绕2到3圈即可，位置根据喜好绣制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绣好草莓子。完成后打结藏线，最后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，缝在主体上，最后一圈的正面朝上，这样
果实就讲完了。下面学习大草莓叶子，取出线材，先锁针起8针，接着立3个锁针起立，在倒数第4针上钩一个长针，左侧锁针上钩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，绕线钩出，再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重复3次。这样长针完成，继续左侧依次钩2个长针，2个长针，1个中长针，1个引拔针，这样一侧叶片就钩好了。继续钩7个锁针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从第4针开始，依次钩1个长针，3个长针，2个长针，一个中长针，然后在左侧钩引拔针的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继续钩3个锁针，一个锁针起立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依次钩3个短针，最后在下方引拔针的入针位置再钩一个引拔针，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缝合。这样叶子就讲完了。所有装饰完成后，大家按照成品图位置和前面的缝合演示缝合好，这样8号织片上的装饰就讲完了。下面讲一下7号、6号和5号织片装饰，其中6号织片上是没有装饰的。7号和5号织片上的装饰，钩织方法前面都演示过，也没有用到新针法，大家直接按照图解钩织即可，完成后缝在对应位置。嘴巴上粘好不织布作为牙齿，牙齿就按照图纸纸样修剪即可。
熊猫眼睛织片反面绣节力绣作为眼珠，腮红上面绣2条线段，腮红缝好后，再绣3条线作为胡须。注意，苹果上面需要绣高光。下面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。先在反面打结长线，先绣1条线，再绣一个节力绣，这样高光完成。最后缝在主体上。苹果是可以压住另一个苹果缝合，苹果叶子和苹果果蒂是缝在苹果上的，不是缝在主体上。下面学习4号织片上的装饰，包含小爱心、指头和肉垫。小爱心和指头，大家按照图解钩织即可。下面我演示一下肉垫的钩织方法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3针并一针、中长针减针，请看演示。取出线材，锁针起9针，接着立3个锁针起立，在倒数第4个锁针上钩3个长针，左侧锁针上依次钩3个长针，相邻锁针上钩5个长针，钩在同一位置。继续左侧锁针上依次钩3个长针，然后在最后一个锁针上钩7个长针，旋转织片，调锁针剩余2根线，依次钩1个长针，一个长针3针并一针。先在左侧锁针上钩1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钩针绕线1圈，穿入，绕线钩出，再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。这样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。左侧空一个锁针，在下一个锁针上钩1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又空一针，在下一针上钩1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
现在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绕线，一次钩出，这样长针3针并针完成。左侧锁针上钩一个长针，然后挑第一个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钩3个长针，最后引拔连接。这样第1圈完成，下面来钩第2圈，立2个锁针起立。引拔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中长针，左侧针目上钩2个中长针，后面就是按照图解，一直钩到中长针减针前。下一针是中长针减针，先在左侧钩一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，钩针绕线1圈，穿入，绕线钩出，这样中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。左侧扣印针，在下一针上也钩一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，完成后绕线，一次钩出，这样中长针减针完成。最后按照图解钩完这一圈。与起立针引拔连接，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缝合。这样肉垫就讲完了。所有装饰完成后，大家按照成品图位置缝合，这样4号织片上的装饰就讲完了。下面讲一下3号、2号和1号织片装饰。其中2号织片上是没有装饰的，3号和1号织片上的装饰钩织方法前面都演示过，也没有用到新针法，大家直接按照图解钩织即可，完成后缝在对应位置。注意，嘴巴上面粘不织布作为牙齿。腮红上面绣线段，星星缝合时可以压住一点星星手棒缝合。1号织片上的锁针装饰分布在小羊腿附近，作为羊蹄。3号织片锁针装饰，长的这2根星星压住一点缝合，鼻子下方按照成品图缝合形状。下面我演示一下大猩猩的钩织方法，大家先按照图解将前2圈完成，我这里已经提前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第3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先钩一个短针，左侧针目上钩一个短针和一个中长针，
下一针针目上钩一个长针和一个长长针。长长针的钩织方法是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同一针目，绕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重复3次。这样长长针完成。左侧针目上各一个长长针和长针。下一针上各一个中长针和一个短针。接着钩一个短针减针，先依次穿入左侧2个针目，将线钩出。接着绕线一次钩出。短针减针完成后，后面针法大家就按照图解钩完即可。最后空一针不钩，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这样第3圈完成。摄影圈数前面针法都有演示过，大家按照图解钩完。最后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。这样大猩猩就讲完了。到这里这款产品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